给你新资讯，给你新视角，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各位战锤兄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次回到 IGN 日前的专访内容，来找出一些之前遗漏的细节。今天的影片重点可能是会让所有帝国忠诚者，甚至可能是混沌信徒都会感到兴奋的消息。我们都知道，其实战略游戏在过去10年走得很辛苦，尤其是不小之战3，他试图讨好电竞选手，过度追求平衡和微操作，结果反而失去了战锤 40K 那个黑暗、残酷且充满不对称暴力美学的灵魂。但就在日前 ，IGN 有一篇关于不小之战士的独家专访，标题直接引用了开发人员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会成为这款游戏成功的关键。这句话就是：“We didn't really care about balance。”我们真的不在乎平衡。是的，你没听错，在一款即时战略游戏的开发访谈中，制作人说他们不在乎平衡。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重点放在了一位传奇角色的登场上——黑暗天使的基因原体，第一军团之主。狮王莱恩·埃尔庄森 （Ryan E. Johnson）。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要来深入这篇 IGN 的专访，看看新的开发商 King of Our Games 是如何打算用放弃平衡来换取极致的乐趣，以及这款预计在2026年问世的续作，是否真能洗刷系列第3代的遗憾，重塑系列的荣光。如果想看到更多关于战锤 40K 以及不小之战士的情报，我会随时锁定最新资讯做影片来介绍。请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去用力的按下订阅频道按钮，日后才不会错过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首先，我们要先理清这件事的含金量。在战锤 40K 的电玩历史中，我们见过原体吗？答案其实是见过。极限战士的基里曼，死亡守卫的莫塔里安，他们出现在战场哥特舰队的过场动画里，或是作为背景板大神。但在即时战略游戏中，让玩家亲手操作一位活生生的原体，这在官方授权的 PC 游戏中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在专访中，我个人很喜欢的 King of Our Games 开发总监杨泰森先生确认了狮王将在破晓之战士的战役中登场，并且是完全可操作的单位。但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桌面上，一个原体可以单挑整支军队，在小说里他们是半神，但是你要怎么把这种强度放进一个需要讲究资源采集、单位克制的即时战略游戏里？如果狮王被一对普通的欧克兽人小子拿着刀戳死，那这游戏就成了笑话。但如果他强到无敌，游戏还有什么挑战性？这就是专访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开发组的解决方案是把它做成剧情体验，而不是电竞单位。根据访谈内容，莱恩·埃尔庄森主要会出现在单人战役的终局阶段。开发组表示，这是为了给玩家一个高潮，一个宣泄口。当你辛苦运营了几十个小时，最后狮王降临，他不需要平衡，他需要的是展现统治力。杨泰森先生说，如果我们把狮王放进多人对战，他肯定会被大幅削弱，变成一个普通的英雄单位。但在战役里，谁在乎平衡啊？我们就是要让玩家爽，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这也说明了单人战役玩家和多人对战玩家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战役玩家要的是代入感和力量幻想，而 King of Our Games 显然抓住了这个重点。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次的战役结构，这也是我觉得破晓之战士最有趣的一个设计变革。过去我们习惯只操作一个派系，但在破晓之战士的星际战士战役中，我们将同时操作2个战团。系列作的老主角血鸦 Blood Ravens 以及前来支援的黑暗天使 Dark Angels。这不只是换个颜色涂装而已，开发组在访谈中强调，这两者的游玩风格将会有天壤之别。这完全呼应了目前的剧情背景。首先是血鸦，我们都知道血鸦在3代之后元气大伤，现在的设定是他们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在游戏中，血鸦的关卡会更偏向战术性、小规模，因为他们穷，他们没有多少资源，每一台无畏机甲砖那可能都是宝贝，你必须精打细算，用地形、掩体，没错，掩体系统回来了，来以少胜多，这会让老玩家找回破晓之战2那种小队战术的紧张感。然后是黑暗天使，作为第一军团，又是狮王亲自回归领导，他们代表的是帝国的绝对武力。专访中提到，当剧情切换到黑暗天使视角时，体验会变成大军团作战。他们拥有所有的重型装备、最先进的科技，终结者部队随便用。这部分的玩法会更接近破晓之战役那种大规模生产毁天灭地的爽快感。这种双轨制的设计非常高明，它解决了即时战略游戏节奏单一的问题。前一关你还在操作血鸦连长率领小队，小心翼翼地拆除欧克兽人的炮塔，下一关你就能操作黑暗天使的大军压境，直接碾压粉碎敌人。这种对比不仅丰富了玩法，更在叙事上强化了原体回归带来的震撼感。你看着血鸦苦苦支撑，
然后狮王带着压倒性的武力和军力降临，那种救世主的感觉瞬间就升级了。当然，光有玩法是不够的。40K 粉丝最挑剔的就是剧情。破晓之战3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剧情上的薄弱。哦，对了，还有那个让网路炸开，成为战锤史上知名迷因的加百列、安杰罗斯那融合动力装甲和空翻玉一体的特技表演。这次 IGN 专访透露了一个让剧情党安心的资讯：游戏的剧本是由 John Francis 执笔的。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名字， John Francis 是 Black Library 的资深作家，他写过阿里曼、奥伊曼系列，也写过包含荷鲁斯之刃的多本小说。他非常擅长描写那种复杂的阴谋、灵人者的内心世界，以及战团之间的政治角力。有 John Francis 坐镇，代表着狮王的回归，不会只是出来砍2刀就结束。我们有望看到狮王与现代帝国，以及那些喜欢偷东西的血压之间的互动。想象一下，狮王看到血压战团仓库里那些来路不明的神器时，会是什么反应？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看点。此外，游戏的舞台设定在克罗努斯 （Cronus）， 这是老玩家都非常熟悉的地方，也是暗黑圣战 Dark Crusade 的发生地。血压在这里有着极其黑历史的过去。开发组选择这个地点，有人猜测是要挖出血压深埋的秘密，而这很可能就是狮王介入的原因。最后，我们来聊聊开发商。Relic Entertainment 创造了这个系列，但也亲手在3代把它送进了加护病房。现在接力棒交到了德国开发商 King Art Games 手上，有些玩家可能会担心换了工作室会不会变味，但我个人反而觉得这是好事。King Art Games 之前的作品《钢铁收割》Iron Harvest 虽然在多人竞技上没有大红大紫，但它的单人战役叙事评价是非常高的。他们擅长讲故事，擅长营造氛围，而这正是现在战锤 40K 游戏最需要的。从这篇 IGN 专访中，我看到了一种自信与理解。他们没有说我们要打造下一个媲美星海争霸的电竞大作，而是说我们不在乎平衡，我们要让玩家操作原体杀个痛快。这说明他们真正理解了 40K 粉丝的痛点。我们玩 40K 游戏，不是为了在 0.1 秒内微操作农民采矿，而是为了看星际战士用链锯剑把一段锯成2半，是为了感受那个黑暗千年的绝望与荣耀。如果破晓之战士真的能兑现这篇专访的承诺，还原原体的神级战力，区分不同战团的战术风格，讲好一个由John Francis操刀的深度故事，那么2026年，或许我们真的能迎来即时战略游戏的复兴，以及战锤 40K 改编游戏的新巅峰。各位怎么看？你支持这种为了乐趣牺牲平衡的设计吗？还是你更希望在多人模式里也能操作被削弱的狮王？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还没看过之前的 IGN 的访谈影片，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链接前往观看，以免错过更多细节。也别忘了按赞、订阅与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破晓之战士情报。为了帝皇，也为了第一军团，我们下次见。